穿越三国，我成了刘备的长子，自幼南征北战，劳苦功高。赤壁大战后，终于有了一块立足之地。可刘备却不管我的功劳，直接立仅有7岁的刘禅为世子。你宁愿立扶不起的阿斗，都不愿立我。当年你自诩汉室后裔，瞧不上贩猪卖枣之徒，是我苦劝你那二人有英雄气，并非庸徒，这才让你收得关张这2员虎雄之将。檀溪遇险时，是我身披白袍，冒着箭雨将你救走。你2顾茅庐，诸葛亮2次闭门不见，是我去隆中跪了3天3夜，才感动孔明请出卧龙。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自己所珍视的亲情，不过是别人眼中的草鞋罢了。既然你无情，就不要怪我无义。此刻我正是向主座上的刘备。如今荆州局势将定，基业将成。刘备转过头，这是我进入厅堂后，刘备第一次正视我这个长子。为了稳定人心，为父欲立阿斗为世子。日后阿斗不仅是你的兄弟，更是你的少主。你既身为阿斗之臣子，当谨记君臣本分。寂寥的厅堂内，只有刘备的声音在回荡。我面前的酒樽已经倒满了，但我没有举杯。你宁愿立一个7岁孺子，也不愿立我这个建下无数功勋的长子。我缓缓抬起头，直视着高高在上的刘备。凭什么？这3个字如血液中的朔风，在大殿内隐隐咆哮。刘备眉头猛地皱起，原有的那一丝温和彻底消退，眼中满是不耐烦。什么凭什么？饮了那樽酒，刘备只想让我饮下这第3杯酒，表态支持阿斗。屋外寒风呼啸，大门被猛地吹开，我缓缓起身，目光不曾偏离半分。为何不立我为世子？你要和阿斗争世子之位？刘备满脸错愕，眼神中充斥着不可置信。你说什么？即便你不愿承认，也该知道我这些年奔波劳苦，为你处理了多少不方便出手的阴暗事，从不邀功，绝对忠诚。可刘备的脸色彻底阴沉了下来。我要是立你为世子，你做惯了阴私卑劣的脏活，定然心性阴质。此等人若做主君之位，必成大祸。父亲为何不立我为世子？我再一次斩钉截铁地问道。刘备愤怒了，觉得往日懂事识大体的我正在挑战他的权威。刘备站起身，怒极反笑。你的意思是，这么多年你流了太多血，杀了太多人，你要功劳有功劳，要苦劳有苦劳，所以为父不应当立一个7岁孺子为世子，而应当立你这个长子。我点头，是的。刘备一脚踢翻面前的石案，放声咆哮：逆子放肆！阿斗金贵，常于为父膝下受不得苦，岂能如你一般自幼吃苦惯了？他不做世子，难道让他做臣子？如你一般四处深入险境，不知什么时候就丢了性命吗？你这庶子，身为兄长自当让着兄弟，如今你不但不愿意辅佐阿斗，甚至还要和他争夺世子之位，真是无耻！因为阿斗不能吃苦，他就该当世子；因为我吃惯了苦，我就该老老实实的继续吃苦下去。这是什么荒唐道理？我杀出尸山血海，隐藏幕后，让你名扬四海，换来的却是你刘备的不在意，夫人的冷眼，还有阿斗那句你老来我家干什么？我猛地转身，厅堂大门在剧烈的冲击下4分5裂，我就这样走入雪地。身后传来刘备冰冷的冷笑：这庶子，你是我刘备的儿子，这天下谁会收留你？难道曹操和孙权？当今天下除了自己，这里谁也不会收留他，他终究会乖乖回来的。雪越下越大，我的心如这冰雪一样冷，我不愿向那个扶不起的阿斗卑躬屈膝，那就只能走。这时远处一个铁塔般的身影闯入视线，抱头环眼，面如润铁，正是三叔张翼德。他收起丈八蛇矛，吐出一口气：三叔有好些日子没见到你了，怎么今晚才想起来见你？三叔，父亲要立阿斗为世子。我开口，三叔瞬间暴躁起来：这不可能，阿斗不过7岁，还是个娃娃，他又有何功绩能当世子？论年长，你是大哥长子；论功绩，这些年立下的功劳我们都看在眼里，这世子之位无论如何都轮不到阿斗。你莫要听信谣言，今夜父亲席间提到他要立阿斗为世子，让我辅佐阿斗。叔侄二人陷入沉默，良久，那厚重的手掌拍了拍我的肩膀：事已至此，你也看开些了。你爹你也清楚，他这些年不容易，阿斗是他老来得子，自然心疼了些。何况你是他兄长，又何必如此斤斤计较？那世子之位让与他又何妨？你我大丈夫公明坦荡，哪有在战场厮杀来的痛快？你现在辅佐你爹，日后辅佐你兄弟，都是一家人，也没啥不一样。又是一家人，又是让我让，我心中最后一点温情彻底熄灭。我拱手抱拳，最后看了他一眼：三叔告辞了。我没回头，只留下呆愣在原地的张飞。风雪中，我踩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的前行。三叔张飞或许永远不会明白我的委屈，在他看来，兄弟间就该互相扶持。我辅保刘禅，就像他辅保我父亲一样理所应当。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再争？我来到一处宅院，屋檐下站着一名枣红脸大将，卧蚕眉，丹凤眼，手边斜靠着青龙偃月刀，威仪具足。那是我的二叔关羽。我立于雪地中，冲他长长揖：侄儿此来是向二叔辞行的。关羽丹凤眼为何？何以至此？我心头仍带着隐隐不平。这些年南征北战，颠沛流离，奋力厮杀，不顾生死，到头来却不如7岁之子。我转过身往漫天风雪中走去，没走几步，二叔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大哥要立阿斗为世子。我脚步未停，二叔明鉴，侄儿这一去便再无归期。关羽脸上的笑意散去，眉头紧锁：大哥有今日之基业，你出力良多，他如此对你确实有失公允。我停下脚步，却听他话锋一转：然则你既为大哥长子，便要为大哥分忧，以大局为重。某读春秋，圣人微言大义，忠孝乃为大丈夫立身之本，为国则尽忠，对父则尽孝。为世子也好，为臣子也罢，总是为你父尽孝，你又何必为了一个世子为与你父争执，与兄弟不和呢？他抚着长髯继续道：况且你的本事我们这些老人都知道，若你真成了世子，所谓千金之子不做垂堂，恐怕大哥的许多事情就无人能去做了。若依关某之见，侄儿你不妨回去向你父谢罪，再对天地起誓，辅佐你兄弟阿斗，从此父子兄弟和睦，岂不美哉？我听着这番谆谆教诲，满脸嘲讽的笑了。果然，只要能吃苦，便有吃不完的苦。这道理不但我父亲懂，便连二叔也是明白的。关羽勃然大怒：放肆！你怎可说这等混账话？二叔便带你父好生教训教训你。刹那间，青龙偃月刀寒光射人，森森刀光如青椒五爪咆哮而下。我脚下积雪被气势压得下陷半寸，当我手中战戟当空横出，生生顶住了青龙刀。关羽冷笑一声：很好，倒要看看你这些年有何长进。他刀势一变，圆转如风，似猛虎下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我护住周身3尺，如风暴中的礁石不动如山。30合后，
我率先收紧。二叔，我去意已决，此一去不知何时再见。二叔保重。你父大业刚见起色，正值用人之际，你焉能弃父而去？回来！关羽刀光煌煌再次扑来，这一次我不再防守，手中大戟如龙蛇出动，天龙戟法第一式，皮无当当当。二叔的三般攻势纷纷败退，他眼中满是惊骇。吕布已死，你怎么会这皮无事？我攻势愈发凌厉，摇旗、拨草寻蛇、乌龙摆尾、白蛇生风接连使出，最后我整个人合身扑向青龙刀，使出了那一式凤凰三点头，一阵清脆的回响。关羽只觉双臂巨震，饱饮英雄血的青龙偃月刀竟脱手而出，哀鸣着斜插进远处的积雪中。关羽呆立当场，而我早已纵马远去。此时的郡守府中，父亲刘备正阴着脸，三叔在一旁急道：“大哥，刚才我遇到了大侄儿刘武才能出众，如今受此不公，万一离了荆州，岂不是极大的损失？”无妨。父亲冷哼一声：“谁还敢用我刘玄德的长子？当今天下除了我这里，谁也不会收留他。他不投靠我还能去哪？”我提起出城，风雪中前方立着一道淡雅的身影，那人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恍若神仙中人。我落马于前，对方淡淡一笑：“公子在下候你多时了。”此人正是卧龙诸葛亮。我翻身下马，先生这是要和我一起走？诸葛亮神色一僵，苦笑道：“公子还是这么让人出乎意料。”他惊叹于我学自吕布的逆天戟法，随后叹息道：“如今主公全据荆州在即，公子弃主公而去，亮实为公子惋惜。”他说起我为父亲做的桩桩脏活累活，语气中带着不舍。若是强留，便能留下公子继续为主公效力，亮未尝不可一试。我目光平淡地看着他，先生想要强留我，我亦想强行带走先生。先生是刘武请出山的，正如我适才所言，先生不妨与刘武一起走。诸葛亮僵在原地，良久才无奈摇头：“适才不过与公子相戏耳。”亮以修书一封，与魏延为文长将军。当日公子在卧龙岗上苦跪3日3夜，如今这一封书信也算偿还了昔日的情分。我翻身上马，逆风远去。从今夜起，我不再是任何人的影子。不知奔行多久，前方密密麻麻的红缨出现在视野里，数千精锐老卒踏雪而来。中军大旗上写着一个斗大的魏字，大旗之下一将跃马而出，正是魏延。哈哈哈！公子雪夜出城，岂能忘了我魏文长？言虽不才，愿随公子鞍前马后，今麾下2000精锐，皆听公子调遣。风雪中，我策马看向魏延，文长兄可要思量清楚。魏延咧开大嘴笑了：“公子未免太小瞧了我魏文长，这公安城我本就待得憋气，你我又是结拜兄弟，你要走，我自然以你马首是瞻。当初我按住二叔取长沙时与他相识，更替他周旋保下性命，可父亲因他反叛雇主而心生芥蒂，甚至听信孔明之言，欲斩这恼生反哺之人。若非我护着，他境遇早就不堪。”魏延此时憋红了脸，似乎要将积攒的怨气一股脑倾吐出来。刘玄德不惜我斩杀雇主，可他怕是忘了我为谁才杀的韩玄，还不是为他刘皇叔。韩玄死了，长沙郡也落入他刘玄德囊中了。结果他翻脸不认人，还要拿反叛救主的罪名来治我的罪。要不是你大公子在其中周旋，我魏文长的脑袋早不在了。他越说越激动，刘玄德打压我也就罢了，可他现在对你也越来越过分，让一个7岁稚子做世子，他置你这长子于何地？公子立下多少汗马功劳，刘玄德竟是视而不见。说到此处，他竟破口大骂，他刘玄德就是个是非不分的糊涂蛋，就是个一肚子坏水的伪君子。刘备是公子的父亲，我这般骂他，公子大可拿刀斩我枝头，可即便如此，我还是得骂他。刘备实在是欺公子太甚。魏某话说完了，公子要若想取我头颅，尽管来取。我听着他对父亲的谩骂，心中毫无波澜，我只是淡淡开口：“文长，我们走吧。”军伍开拔，2000士卒踏碎积雪，赶了数十里路。我猛然勒马。魏延诧异：“公子为何不走了？”他们来了。前方风雪中一片黑影沉稳压来，那是布满1000人的军阵，人人披甲，戈矛如林，沉默中散发着如山岳般的肃杀之气。魏延麾下的2000士卒瞬间如临大敌，弓上弦，刀出鞘，被压迫的冷汗直流。公子，他们是？魏延满脸骇然。我面色平静，我的800不取，这哪是不取，这是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顶级精锐。对面中军一将翻身下马，对我拱手低头：“末将高顺见过主公。”来人正是当年县阵营主将高顺。当年白门楼下，我是顶着大雪救了他，并用吕布那一套他曾以为已失传的天龙戟法，彻底折服了他。高顺这些年暗中助我印证戟法，练就了这支新县阵营。我转头看向还在发愣的魏延，他盯着高顺失声叫道：“滨州高顺，县阵营主将高顺。”那个领着800县阵营破小沛，打得刘备抛下妻儿逃命的高顺。朝阳出生，800县阵在前，2000精锐在后，汇成一股势不可挡的铁甲洪流。魏延此时满脸舒爽，如今公子带着我们离了刘备，从此便是龙归大海，鸟入青天，再不用受那窝囊气了。有这800县阵和2000精锐老卒，再有高将军与魏某为公子效力，这荆襄9郡公子何处去不得？我平静地看着他：“文长兄，刘备心中已无我这个长子，你也不再是刘备麾下大将。公子2字，日后休要再提了。那我等该如何称呼？”称呼公子。高顺在旁出声：“主公，其实你早就该给自己取个表字了。这些年为父亲奔波，取字这种大事，他竟从未想起。”我看向高顺：“高将军，我3人之中以你最为年长，刘武表字还请高将军指教。”高顺略作沉吟：“公子名中恰好带个武字，公子不妨取字为子烈。”好，从今日起，刘武便是刘子烈。从此我不再是谁的影子，更不再是谁的附属。夕阳西下，我挥鞭跃马，向北方驰骋，夺天下。与此同时，江北官道上，一支规模宏大的宋清队伍正顶风冒雪前行。这就是孙权之妹，江东郡主孙尚香的婚队。他自幼仰慕英雄，此番正是去公安宇心目中那位。当时英雄刘皇叔完婚，陆逊、陆伯言作为宋清郎官，此时也随行在侧。我放出的斥候飞马来报：“启禀主公，10余里外有一支宋清队伍，正朝我军而来。
他们打的似是江东孙氏的旗号。魏延和高顺对视一眼，而我大戟猛地一挥，上。1日夜后，公安城内正张灯结彩，与民同喜。父亲刘备正穿着吉服在花园赏雪。当他问起长子消息时，赵云低声禀报我至今未归。父亲神色冰冷，何必多此一举？眼下最大的事情便是迎孙夫人进公安城，哪里还有余力顾这数字？等他清醒过来，自然会回来的。可他等来的绝不会是新娘。官道上，陆逊本在抱怨道路难行，忽然地平线上涌出黑压压的甲士，整个宋钦使团瞬间乱成一团，几百名护卫被县阵营冲一合，便溃不成军。孙尚香惊闻变故，正欲率披甲侍女抵抗，却见那些侍女如鸡鸭般被生擒。陆逊被绑10分而咆哮：“大胆！车辇中坐的是吴侯亲妹，你怎敢劫掠刘皇叔的夫人？”魏延嘿嘿冷笑：“车里坐的是谁？我比你清楚。士卒架起失魂落魄的孙尚香，他羞愤惨呼：你们知道我夫君是谁吗？”魏延神色古怪：“小娘子莫要叫嚷，你可知你儿子是谁吗？”一旁的高顺喝退魏延，对着侥幸逃逸的随从冷冷开口：“回去报与你家吴侯知晓，便说他江东的女婿换人了。”数日后，建业吴侯府内，孙权一掌击碎茶盏，欺人太甚。张昭与诸葛瑾急忙劝阻，力求严所消息，年损名节。孙权当即点齐甘宁：“兴罢，本侯要那狂徒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甘宁领命，末将领命。大江边，我的军营正升起炊烟。魏延掀开营帐，将那对少年男女带到中军大帐。子烈，人我给你带来了。我坐在主位，看着低头不敢直视的两人，淡淡开口，抬起头来。陆逊面色数变，抬头见我如此年轻，不禁一愣。正是陆逊，我乃江东陆氏嫡脉。你这恶贼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吴侯与刘皇叔大军杀到，那时悔之晚矣。未来的东吴丞相，此刻也不过是个硬撑的少年。我没理他，又看向他身边始终把脑袋埋进领口的女子，她是什么人？陆逊冷笑，明知故问。她是当今吴侯亲妹，江东郡主刘皇叔夫人。我再次开口，抬起头来。孙尚香一缩脖子，心中惶恐万分。我起身下坐，一步步走到他面前，脚步声停住。我用白皙的大手直接勾起他的下巴，在陆逊愤怒的注视下，我对上那张惊世红颜，缓缓解开他的新婚噩梦。从今天起，吴侯之妹便不是刘皇叔的夫人了。大江之上，由于冷风刺骨，波涛声沉闷而密集，800县镇与2000老卒立于木筏，在夜色掩护下向江北偷渡。我横戟立于守卫，身后的陆逊正望着对岸西陵城的轮廓，神色忐忑。依偎在旁的孙尚香则偷偷打量着我，心中却在因之前的无理举动泛起红晕。想到即将面对的婚约，孙尚香忍不住低声问陆逊：“听说刘皇叔年近50，容貌颇为苍老，当真如此吗？”陆逊神色怪异：“刘皇叔今年已然40有8，这些年又四处颠簸，面容如何能不苍老？”孙尚香本能的想为那个英雄形象争辩。刘皇叔虽老，却是当世英雄，虎牢关前3英战吕布，何等威风！陆逊一声嗤笑：“3英战吕布，若是虎牢关前刘备没有参战，说不得吕奉先便要被关张二人斩于马下了。没了英雄光环的加持，刘皇叔在他心中只剩下一个糟老头子的形象。”孙尚香满心失落，目光又不自觉落向我的背影。“你在看什么？”我淡淡开口。他被抓个正着，慌忙转移话题：“江北乃是曹操的势力，你劫了我们过江，莫非你是曹军将领？”陆逊沉声截断：“郡主却是思虑错了，他若真是曹军将领，大可光明正大乘船过江，又何必借着夜色大雾惩罚偷渡？我观他手下士卒俱是精锐，且兵甲精良，其劫亲时又是从公安城方向而来，只怕他是刘皇叔麾下叛将。”我不禁感叹，不愧是未来的吴国权臣，底细竟被他猜了个大概。陆逊见我沉默，继续说道：“他此番渡江，只怕是想趁着曹操退败，去江北占些便宜，可他却不清楚，驻守西陵的大将文聘，城内更有5000士卒驻防，粮秣兵甲无算。你是说这西陵城我拿不下来？”我转过身，声音盖过了波涛。陆逊直视着我：“以少胜多，以弱击强，并非罕见之事。我东吴大都督周公瑾，便在这大江之上以区5万兵马，打败曹贼80万暴兵。但还请阁下细思，阁下之能，当真可与周公瑾相提并论否？”我一步步走向他，压迫感如崇山掠谷。你又怎知我不如周公瑾？你又怎知我今夜打不下这西陵城？陆逊闻言大笑，仿佛听到了最大的笑话。阁下既然敢自比于公瑾大都督，那陆逊便与你打个赌，只要你能攻下这西陵城，我陆逊便奉你为主，为你效力。空口无凭。陆逊指着江面：“我愿指大江为誓，你若能拿下前面的西陵城，我陆逊就自己就奉你为主，为你效力。”我点头，很好。此时大江南岸，甘宁正领着精锐追踪而至，伐木的痕迹让他确定了我们要偷渡江北。他望着雾气中若隐若现的黑影，意识到劫亲者绝非曹军。虽然不懂对方2000人去攻文聘守御的西陵是否送死，但他不容错过这个机会。伐木造伐，渡江，追上去。江北岸晨雾弥漫，部族无声登岸。我换上一身厚重的铁甲，这一战不仅是为了立足，更是我向天下展现刘子烈名号的第一步。西陵城内一众曹军将校已成惊弓之鸟，大将文聘虽极力镇压恐慌，但赤壁败绩的阴影笼罩全军。直到文聘承诺曹操援军将至，众人才堪堪稳住阵脚。城外，魏延策马近前：“子烈，你坐镇后方，我带着2000老卒攻城。这一战乃是你我出走公安城后的立足之战，我定然一战拿下这西陵城。”我摇摇头，甲片在风中剧烈撞击，稍时，我单人独骑先冲过去，20息之后，你再率2000士卒跟上。魏延瞠目结舌，拼命拦住我的缰绳：“子烈，西陵城虽然不是大城，可毕竟城中士卒5000，你这一人一骑破城，实在太过惊世骇俗，与送命何异？你毕竟是一军主将，岂能如此冒险？这攻西陵城的事，还是在商议。”我猛然扯开他的手，
提将纵马，托戟疾驰而去。夕阳下的金甲将影，让魏延热血沸腾，也让木筏上的孙尚香看得目眩神迷。即便陆逊还在嘲讽我自寻死路，高顺却已经开始在我身上看到了超越吕布的可能。温侯可居天下武将之顶，如可居于温侯之顶。高顺喃喃自语。我顶着如黄箭雨冲向城门，曹军校尉贪图重赏，领千人围堵拦截。我胯下铁马连撞带踢，手中大戟沉闷挥砍，所过之处血流成河。那些试图生擒我的偏将，在几刃下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城楼上的文聘彻底呆滞，此人竟然如此勇猛。20息已过，魏延领着2000黑潮汹涌而至，曹军校尉肝胆俱裂，疯狂关门。就在城门合拢的一瞬，我纵马杀至，方天画戟蓄满全身，尽力全力轰出。轰隆隆，大江拍岸，卷起千堆雪。西陵城外，我身披铁甲，纵马直冲城池。初升的朝日光芒照射在铠甲上，宛若黄金神将临凡。身后的魏延只觉喉咙发干，热血沸腾。这才是大丈夫，自己跟了如此英雄的主公，何愁日后不能建功立业？岸边木筏上，孙尚香望着我单骑冲刺的背影，紧张的指甲刺进掌心也没有发觉。陆伯言，那人到底要做什么？陆逊此时也是满脸茫然。他似是要一人一骑去攻西陵，城里可是有5000手足，更有大将文聘驻守。他带的2000人尚且不够，现在居然要一己之力独占整座西陵城，疯了！这家伙疯了！他真的是在自寻死路。高顺望着我，呼吸不由自主的急促，口中喃喃自语：温侯可居天下武将之顶，如可居于温侯之顶。另一头，孤独的木筏上，甘宁的亲卫们瞪大眼睛，那家伙想干什么？攻城？他在一人一骑的攻城，他莫不是在撒癔症？那可是西陵城，文聘领着5000人马守西陵，咱们江东都不敢随意发兵，他一人一骑就冲上去了，这和找死有什么区别？疯了，真是疯了！甘宁同样满脸呆滞，即便是昔日人称小霸王的孙策，也不敢如此单身攻城。他下意识自语：这家伙真把自己当霸王相劫了。噔噔噔，我纵马狂奔，距离西陵越来越近。嗡，城楼上瞬间箭雨如簧，当当当，密密麻麻的乱箭袭来，却只能在我的重甲上留下浅浅划痕，随即便无力弹开。我不闪不避，势不可挡。西陵城楼上，文聘脸色极为难看，单人独骑，不必见语。此人是我西陵无人，好生嚣张，传我将领，生擒此人者赏100金升3级。城门外，1000曹军校尉一声令下，列阵。话音未落，我狂飙而至，迎敌，杀！胯下铁马轰然撞入黑压压的曹军大阵，伴随着令人牙酸的骨裂声，前排士卒被直接撞断肋骨，如破麻袋般狂喷鲜血飞出。拦住他！文将军有令，生擒此贼赏100金升3级。他只有一人，生擒了他，重赏之下，曹军疯狂扑来，但我马不停蹄，大戟从高空狠狠抡劈，砸碎颅骨，扯裂臂膀。在这密集的军阵中，宛若虎入羊群，生生趟出一条鲜红的血路，满地的残肢与刺鼻的血腥气，终于让幸存的士卒彻底清醒。他不是人，挡不住，根本挡不住！跑啊，快跑！军心崩溃的残卒一哄而散。城墙上，文聘死死抓着城垛，面无血色。此人竟然如此勇猛，今日观此人之勇，竟然尤胜吕布。远处，莫属至20息的魏延怒吼出声：儿郎们，战机已至，杀！杀！2000老卒如黑色狂澜，踏雪卷向西陵。恰在此时，我已杀至城门处。文聘神色大变，关城门，快关城门！千钧一发之际，城门死死闭落。可没等文聘喘口气，我纵马而至，倒抡大戟，愤然挥击，轰！犹如天雷击九霄，整个城楼剧烈颤抖，灰尘簌簌落下。厚重的西陵城门竟被一杆方天画戟硬生生破开。啪！我倒提大戟，踩着平稳的步伐走上城楼，拜见将军。曹军早已诚惶诚恐，跪倒一地，铁甲滴落的鲜血顺着足迹拉出一条猩红的轨迹。西陵城大势已定，我一击溃退文聘，魏延领兵入城，收降4000余众，随即带亲兵去追杀残敌。我凭栏远眺，任江风吹散血腥气。这大江两岸，我终于有了立足的底气。岸边木筏上，高顺指节捏得发白，深吸一口气，开始了，终于开始了。陆逊如在梦中般神情恍惚，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2000人，他真的领着2000人打下了西陵城，守城的可是文聘文仲业，单骑冲阵，一戟破城。这般摧枯拉朽的壮举，唯有西楚霸王陆伯言。孙尚香的目光紧紧凝在我高大的身影上。我听说当年天下第一武将乃是吕布，吕布也如此英雄吗？这一刻，他心中满怀滤镜的刘皇叔已彻底被我取代。陆逊一声苦笑，即便当年的吕布吕奉先，也不敢行如此壮举。这家伙绝不可能是籍籍无名之辈。只是无论是江东刘备，亦或是曹操麾下，从来不曾听说过还有如此勇猛之将。数十里外，趁乱逃窜的文聘被魏延死死咬住。文聘狗贼，哪里走？魏延看刀，刀枪相撞，火花四溅。文聘边退边诛心讥讽：当年襄阳城下，你为了刘玄德开城门，后来在长沙，你又为刘备斩杀了救主韩玄，献上长沙郡。为了刘备，你可谓是不惜一切。可如今刘备又是如何回报你的？我听说那诸葛亮言你恼生反骨，不可重用。刘备亦不惜你背叛救主，只是把你扔在一边。如今你打的也不是刘备的旗号，莫非是又换了新主公吗？字字皆罢。魏延双目赤红，咆哮：狗贼，我必杀你！魏延被激怒，孤军深入密林，文聘100余亲卫轰然将他合围。体力严重透支下，文聘的毒蛇铁枪直取魏延咽喉。呼，千钧一发，一阵恶风袭来，大戟如神龙天降，惊骇中翻滚躲避的文聘仍被硬生生切下手臂。杀！我领兵驰援而至，曹军残兵丢下大半尸体，拼死护着独臂文聘突围。我收起大戟，文长无恙否？某无恙。莫要跑了文聘那贼！魏延急追至码头，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文聘登船北去。可恨！魏延面色铁青，耳边全是被狠狠羞辱的回音。他为刘备承受一切污名，却换来猜忌打压。
他一把将刀插入洞土，悲愤长啸：“刘备，大耳贼！我魏文长定要你后悔如此待我！”回来了，他们回来了，主公回来了，魏将军回来了！城中降卒与老卒望着我，爆发出狂热的欢呼。这一战让他们亲眼见证了奇迹，我已彻底收服军心。入府后，高顺向我禀报：“主公，这一战我们俘虏城中守军4000，粮草无算，足够我们的人吃上半年。此外还有各种兵甲。文聘的私宅中，我们搜出了不少金珠宝贝。”我开口打断：“那4000士卒中，挑出1000青壮，重新编练入军，剩下的人再挑500杂役兵，归入辎重营。”高顺领命，末将明白。陆逊现在何处？那位江东陆氏子弟，4世与那位郡主正在城楼上。我起身出府，该去收账了。城楼上江风烈烈，陆逊看我的眼神写满敬畏。一旁的孙尚香撞上我的视线，鲜红了满颊。我平静道：“我已攻下西陵城，不知你只将为师的诺言还作不作数？”陆逊昂首：“当然作数，我江东陆氏绝不悔诺。从今天起，我陆逊便是你麾下的第一谋士。”我微蹙眉头：“第一谋士？可你毕竟是江东人，你是否真心辅佐尚未可知，还需考察一段时日。”陆逊愣了，脱口而出：“那你要考察多久？看看再说。”我懒得听他磨蹭，转身下楼。背后，这位未来的东吴权臣彻底慌了，絮絮叨叨：“可是我毕竟是江东陆氏嫡系子弟，吴侯甚是看重我。若是江东来找我回去，那该如何是好？我毕竟是陆家的千里驹，是江东陆氏未来的顶梁柱，更是深受吴侯看重。若我一去不回，家中长辈必然要向吴侯施压要人。到时候江东若是找来，我回去便是悔诺。我不回去。”孙尚香翻了个白眼：“别絮叨了，人家都走了。被困西陵不嫁老朽，又有比霸王还英勇的人在，他觉得倒也不赖。只是一想到被我扔在这里，下意识埋怨。陆伯言，你说他为什么不来找我啊？我刚才就在你身后，他连一句话都不跟我说。”陆逊诧异：“郡主为何不去寻他说话？”我凭什么去寻他说话？孙尚香愈发羞恼：“他凭什么寻郡主说话？我是女儿家，人家不好意思。”陆逊理直气壮：“那我家主公，他肯定也不好意思。”孙尚香气得说不出话，这木头脑袋根本说不通。陆逊继续苦恼他的未来：“这吴侯的人要是真找我回去，我可如何是好？西陵城这里不能悔诺，可家里还有2房妾室，他们一定会想我的。郡主帮我一起想想主意啊！”噔噔噔，一匹快马突然冲至西陵城门，来者止步，守城士卒立喝，来人猛然勒马，声如洪钟，彻响四野。速报与你家主公知晓，江东吴侯帐下折冲将军甘宁来见江东郡主。西陵城内中军大帐，我打量着面前这位威震江东的猛将，缓缓开口：“你就是甘宁？”正是甘宁。眼前的汉子抱拳拱手，纵然他曾生擒皇祖，追杀曹操，此刻望着我这张年轻的脸，却也陷入了长久的呆滞。他亲眼见证了我单骑破城的武勇，在那铁甲之下，他或许从未想过主将竟如此年轻。大帐后，陆逊与孙尚香正紧张窥视，孙尚香脸色发白：“没错，果然是甘兴霸，他来了，只怕我便要回江东了。想到回去就要嫁给刘备那个老头子，他满心厌烦。”陆逊眉头紧皱，比他更为纠结。这甘宁定是受了吴侯和我家长辈之托，寻我回江东去。可我刚与那人立了大江之盟，如何能悔诺？但若不回江东，吴侯岂不是要为我大发雷霆？大帐内，甘宁直接表明来意：“前些时日，我江东郡主过江与刘皇叔完婚，不料却为人所劫。甘宁一路追查，探得郡主正在阁下军中，还请阁下将郡主交还江东。”我心中冷笑，面上却不动声色。郡主确实在我军中，只是……甘宁追问：“只是什么？只是将军此行，只是为郡主而来吗？”我也有些怪异地看着他。甘宁莫名其妙：“某家此来，只为接郡主回江东，再无其他。”这一句话让帐后的陆逊脸色黑如锅底。他刚才还在为忠义两难全而苦恼，结果江东压根没提他的名字。噗嗤！孙尚香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笑出了声。陆逊犹自不信地低吼：“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乃陆家千里驹，又得吴侯看重，江东如何会不急着寻我回去？这个甘兴霸定然是吴侯吩咐他差事时，他没有听清楚。”我高居主座，对甘宁开出了价码：“我可以放郡主回去，江东拿什么来换？我要粮草10万石，甲胄1万里，楼船200只，人口20万。”甘宁脸色瞬间铁青，这何止是熟人，简直是抄江东的老底。他声音阴沉：“阁下的价码实在是匪夷所思，吴侯不可能答应。江东既不愿熟人，甘将军请回吧。”我不咸不淡地下了逐客令。且慢！甘宁缓缓起身，眼中闪过一丝炽热的战意。宁乃5人，今日阁下以一当千，独骑破城，甚是勇猛。甘宁见猎欣喜，愿向阁下讨教。我也来了兴致，讨教可以，但你我不妨立个赌约，你与我交手3招，若你3招内不败，郡主随你带走；若抗不住我3招，你也得留在这西陵城。好，某家应约。甘宁气急反笑，苍狼一声长刀出鞘，见我迟迟不动兵刃，他皱眉道：“阁下为何不动兵刃？”我靠在椅背上，第一招我让你先。狂妄！长刀如秋水般削向我的脖颈，江东12虎臣之手的全力一击，迅若惊雷。然而刀光落下，我依旧稳坐泰山，长刀贴着我的颈侧1寸处划过，生生避开了。第2招我还让你先。甘宁大受震撼，咬牙再出一刀。这一刀他周身青筋暴起，带起摧山断江之势。我随手一掌拍在刀颚上，巨力震得断刀哀鸣。甘宁连退数步，虎口溢血。第3招我照旧让你先。甘宁双眸赤红，怒火冲天，他榨干全身气血，挥出了那是曾百骑劫曹营，震慑80万大军的必杀之刃。大帐内风声厉啸，刀芒刺眼。就在此时，我身旁的大戟猛然腾空，带起阵阵龙吟之声。轰！重震之下，甘宁整个人如离弦之箭般爆射而出，撞碎了大半个军帐。那柄跟随他多年的名刀也被震得寸寸断裂。帐外，甘宁面如金纸的陷入昏迷。我缓缓落座，声震数里，拿了。高顺领命，
将这位江东猛将生擒。我内力催动，声音在大地回荡。报与吴侯知晓，想要回甘宁，除非吴侯亲自来见我。许昌丞相府，曹操脸色阴沉的能滴下水。西陵城如何丢的？跪地的斥候浑身颤抖。守城将士报，有敌乘误偷袭，敌将勇猛不输吕布。文聘将军已被断去一臂，生死不知。目前尚不知其人是谁，什么尚未知晓。曹操怒拍坐榻，江北对岸，除了孙权小儿与那大耳贼，谁还敢有这个胆子夺我西陵城，断我大将臂膀？孙刘逆贼，怎敢是孤为无物？谋士程昱陈升道：江东欲屠西陵已久，今我军新败，必是孙仲谋无疑。荀攸一拱手，西陵乃孙氏命门，绝不可失，否则合肥危矣。丞相南征虽受阻，却不能任由大门洞开。曹操拿起佩剑，杀气腾腾，升帐巨将，点兵南下。孤岛要看看那个勇敌吕布的敌将到底是何斤两。大江南岸，公安，刘备对着江东使者大发雷霆：吴侯当真要如此羞辱我刘玄德？到手的婚事说没就没了。他因江东找借口停掉婚礼而倍感折辱，直到看过鲁肃的亲笔信，他的怒火才平息了半分。代为转告吴侯：赤壁虽兴盛，曹贼仍虎视，不可生嫌隙。使者走后，关羽、张飞皆是满脸愤慨。张飞吼道：江东鼠辈简直欺人太甚。诸葛亮微摇头，劝道：主公，孙权因非被蒙，恐是江东内部生变。刘备点头，下意识吩咐道：让刘武暗中去一趟江东，查清真。话音未落，他猛然僵住。关羽不语，孔明叹息。张飞又是一嗓子：大哥，大侄儿早被你赶走了。在那风雪夜的一幕幕涌回刘备心头。这些年他已习惯了长子的鞍前马后，此刻心中空落落的。这些年阿武做了很多事，再难的事他都能办妥。张飞语带怜惜：大哥，你确实不该那样对他。关羽也沉声道：那夜风雪，阿武的天龙戟法足以让我心服。刘备神情不定，看着这些曾经在阿武面前威风凛凛的人，此刻却在为他说情，他心中五味杂陈，最终大吼道：阿武还没回来，还不快去找！赶紧发动所有人手，把人找回来。他那副急切的样子像个慈父，心底却在发狠，等抓回来，定要先抽上100鞭子解恨。江东吴侯府，孙权得知刘备发怒后，也倍感无奈。孙尚香下落不明，连去寻人的甘宁也断了音讯。主公，当务之急是速寻郡主完婚，稳固联盟。鲁肃苦劝，正商议间，甘宁的亲卫带回了晴天霹雳的消息：甘将军去救郡主，遭敌将3招击败，现已在那西陵城中，成了囚徒。孙权笑容将死。西陵那不是曹贼的地盘吗？甘兴霸被擒了。亲卫跪地大哭，那敌将单骑破城，一戟震碎城门。其人还说想要回甘宁，除非吴侯亲自来见他。建业吴侯府大殿上，文武群臣怒火腾腾，斥骂声不绝于耳。放肆狂妄，让吴侯去见他，他也配？主公，西陵乃我江东要害，贼兵只有2000，何不起兵伐之？主座上的孙权脸色阴沉，劫郡主，挟大将，如今竟要他亲自去见，此人该杀。但他没弃昏头，贼军来历不明，贸然出兵绝非良策。陆逊的叔父陆绩此时拱手劝道：主公，此时万不可怒而兴师。文聘聚5000兵马守西陵，万人大军也未必能克，然彼辈2000人便直下西陵，为首贼将甚至单骑破城，如此强军猛将，绝非寻常。江东万不可轻率动兵。这番话止住了武将的叫嚣。单骑破城，3招擒甘宁，那贼将到底是何人？孙权看向甘宁亲兵，你可知宋亲郎官陆逊的下落？陆绩身子猛颤，那是他寄予厚望的侄子。亲兵低头，甘将军等并未发现陆郎官的踪迹，想来已在乱军之中，殒命刀剑之下。陆绩脸色惨白，摇晃不稳。孙权一长叹：天妒英才，惜哉伯颜，赶上间，军士急步上殿。公瑾大都督回来了。孙权惊喜，正需他来决断，一道英武身影，白袍白甲，昂然入殿，正是周瑜周公瑾。满殿文武纷纷见礼。周瑜还礼后向孙权拜道：周瑜拜见主公，我听闻郡主被劫，孙刘联盟不稳，故急忙赶回建业，敢问主公，如今郡主可有下落？孙权叹息着说清始末。如今那贼将不但得了西陵城，小妹也不曾放回，甚至连兴霸也为其所压，如之奈何？周瑜暗自诧异，这世间竟出此猛将，面上却淡淡一笑。赤壁一战，我军大胜，江北曹贼余孽已是惊弓之鸟，贼军趁误突袭，西陵曹军定以为是我江东大军攻略，一时军心涣散，措手不及下丢了城。倒也可能，他不信文聘手谕的2000人能强攻下西陵，定是曹军误将贼军当成东吴大军，自乱阵脚。但提到对方单骑破城的猛将，周瑜神色也郑重起来，拱手道：主公，余愿亲自渡江，会一会那占据西陵的贼将。西陵城楼上，我副手远调浩浩将军，陆逊站在我侧。主公如今虽然具有西陵，但若想守住此地，麾下兵力还是过于薄弱。若想守住西陵，主公当下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扩军。我拷问他，西陵人口单薄，如何扩军？陆逊胸有成竹，西陵单薄，江东不缺。主公以此番赌约，向吴侯讨要能充当士卒的俘虏。吴侯总要考虑，毕竟如今江东第一猛将甘宁还在主公手中，我不轻不重地皱眉。俘虏，赤壁俘虏的曹军记得甚是。陆逊摇头，在下所言乃是山岳。山岳名姓彪悍，若能得数千编练成军，主公必定军威大振。他从大袖中掏出卷竹简，记载着江东各族俘获的山岳人数。西陵乃江东门户，主公又得了郡主与甘兴霸。陆逊定让吴侯竭力输粮送兵，祝主公早日在这大江两岸成就基业。甘宁那句只为郡主，让陆逊憋着股劲，要用才干告诉江东，抛弃他将是最大的错误。军帐内，
甘宁吃力睁眼，脑海中不断回放着我那冲天一击。他扶着床榻喘气，冷汗直流。三招赌约，他扛不住我一招，即便使出压箱绝技重伤对方半月，依然在对方那一击下毫无还手之力。什么虎臣之手，恐怕在对方眼中不过是如此。甘宁嘴角发苦，他越想越焦躁，挣扎着起身向帐外走去，手足未阻拦，只是随行。他在此前出了城，走到江边，看见了我的身影，还有郡主。甘宁失声，前头传来孙尚香羞红脸的声音：“你可有婚配？”我看着江景，声音淡然：“没有。”他心疯狂跳动。那你愿做江东的女婿吗？我缓缓转身：“可以，但我要你拿江东6郡做嫁妆。”孙尚香羞恼成怒：“江东基业成于父兄3代，如何能当嫁妆？你怎敢戏弄我？”我不再理睬他，直言：“陆逊。”帐内议事，陆逊一路小跑跟了过来。不远处的甘宁瞠目结舌，郡主主动求嫁，贼将索要6郡，陆家千里驹竟然还活着，且喊这贼将为主公。甘宁感觉脑子乱了，想要追上去搞清楚状况，被士卒伸手相挡。甘将军，请回吧。中军大帐前，我停步看陆逊，进去吧。陆逊正主，进帐议事意味着我已真正接纳、认可并信任他。他将正式与江东分离，与陆家各为其主。面前这人有龙凤之姿，定能展翅9天。陆逊信念更加坚定，上前一步踏入军帐，侧身先连：“主公，请。”我淡然一笑，迈步入帐，他紧随其后。帐内早有魏延、高顺2员大将，班底出见雏形。高顺神情怪异，魏延更是直言：“这不是我抓来的郎官那小子吗？主公怎么把他带过来了？”军中无谋士，暂且用着试一试吧。我尚未坐下，陆逊拱手作揖，坐在一旁。我们占了西陵，周边6县归附，立足之地总算有了。我指着地图，但兵力完全不足自保，危机将至，3-5万精锐尚难立足，何况曹操、刘备、孙权3方势力的缝隙当中。不过江东那边近期应会送来5000山岳。魏延、高顺立时了然，这5000山岳兵就是陆逊冲的原始股。诸位可知，取西陵打跑文聘，却不称其号为何？刘备与江东皆会在此事上牵制曹操，不敢擅动，亦受孙刘联盟之掣肘，这其中斡旋空间很大。陆逊惊而起身，这简直是在火中取栗。惊问：“主公，您到底是谁？”陆逊目光死死盯着我，头笑至今，连主公的身份甚至名姓都两眼一抹黑，太过荒唐。魏延、高顺神色古怪地看着他，原来这位谋士还不知道主公姓名啊。我平淡看他，某刘子烈，刘子烈，这就没了。身份的来历呢？陆逊一肚子疑问，但我转头继续正视。大江两岸有了立足地，自立已成，公子城再回不去，刘备也容不下我们。文长与高将军各掌军，务必让全军斩断与公安的联系。高顺淡淡点头，魏延咧嘴直言：“咱们有了基业，谁还回那里受气？”嘿嘿，那刘玄德只怕做梦也想不到子烈能领着咱们拿下西陵。旁边听到一切的陆逊，心中已翻起惊涛骇浪。这位主公果然是刘备麾下的人，那夜风雪、阿武的天龙戟法足以让他心服。我继续部署，逃出去的文聘已报知曹操，曹孟德南下之要地必会夺回，大军很快便杀过来了，需早准备。高将军，这你整修西陵城，训练新收的1000降兵。高顺领命从坐下起身，领命。我看魏延、文长，西陵薄弱，还得从江东处多换俘虏补兵。郡主与甘兴霸暂时不能放，伯颜为麾下谋士，接下来的江东事务多指望他。文长当以兵士辅助伯颜，切莫因他是江东人就按下黑手，误了大事。魏延、末将领命，军令分派完毕。我缓缓扫视3人，寥寥数人就是全部班底，但足够应对即将到来的风暴。我面色平静，西陵初定，接下来便仰仗诸军了。3人肃然起身应对，议事已毕，各自分开部署。魏延不满主公看重陆逊，在前面敲打。你小子虽然是我俘虏过来的，但子烈说让我辅助你，我必然尽全力。若是对子烈不利，休怪魏文长刀下无情。跟在魏延身后的陆逊双目失神，嘴里低声念叨着：“刘子烈，刘子烈。”他竭力捋着思绪，劫持郡主加固联盟共抗曹操本是计，但这劫匪却要6郡做嫁妆，这是想取代刘备，成为新的联盟。如果是大将曹操也容不下，那这身份也太奇特了。他看向前面的魏延，非同一般。魏延数次为刘备亲近，此刻竟跟着这个刘子烈出走，莫非魏延当初舍命也只是为了这个刘子烈？刘子烈姓刘，勇武，甚至勇过关张赵，却寂寂无名。忽然他脚步停了下来，脑中闪过传闻：文长将军。魏延一愣，转身，怎么？陆逊紧紧盯着他的双眼。文长将军，我听闻刘玄德除却阿斗外，还有一长子，名唤刘武。西陵城中军大帐，我打量着面前的雄武壮汉，缓缓开口：“你就是甘宁。”甘宁抱拳拱手：“正是甘宁。”作为江东12虎臣之首，他看着我那张年轻的过分的脸，眼中满是呆滞。那一人当千，单戟破城的场景仍在脑海回荡。这般年纪，竟有如此战力，天下间怕是没几人了。帐后，陆逊与孙尚香正窥视着，孙尚香脸色发白，果然是甘兴霸，他来了，只怕我便要回江东了。一想到回江东后可能被迫嫁给刘备那个老头，他便满心厌烦。陆逊则眉头紧锁，忧心忡忡，这甘宁定是受了吴侯之托，许我回江东。可我已与主公立下大江之盟，如何能悔诺？若不回，吴侯岂不是要大发雷霆？他心中极度纠结。帐内，甘宁表明意图，郡主为人所劫，甘宁一路追查，还请阁下将郡主交还江东。刘武思绪翻涌，倒也没有否认，郡主确实在我军中，只是……甘宁眉头皱起，只是什么？只是将军此行，只是为郡主而来吗？我眼神怪异，甘宁莫名其妙，某家此来，只为接郡主回江东，再无其他。帐后，孙尚香望着纠结的陆逊，扑哧一声笑出声来。陆逊脸黑如锅底，他不甘道：“
不可能，我乃陆家千里驹，又得吴侯看重，江东如何会不急着寻我回去？我可以放郡主回去。我高居主座，声音平缓。江东拿什么来换？甘宁见识过我的手段，早已预料到对方不会轻易放人。阁下想要什么？我要粮草10万石，甲胄1万里，楼船200只，人口20万，10万石粮草，20万人口。这对刚经历过赤壁之战的江东而言，无异于狮子大开口。甘宁脸色阴沉，阁下的价码实在是匪夷所思，吴侯不可能答应。江东既不愿赎人，甘将军请回吧。且慢！甘宁眼中闪过一丝炽热的战意，刚才所言乃是公事，眼下某却要言一桩私事。今日阁下以义当先，甚是勇猛。甘宁见猎欣喜，愿向阁下讨教。这位猛将显然渴望击败强者，我剑眉微挑，讨教可以，但我们立个赌约，若你3招内不败，郡主随你带走；若抗不住我3招，你也得留在这西陵城。甘宁气急反笑，好，某家应约。他腰间长刀出鞘，寒气四溢，见我坐着不动，他皱眉道：阁下为何不动兵刃？我目视前方，看也不看那大戟。第一招，我让你先狂妄。长刀如闪电般刺向我颈侧，那切金断玉的一击声势惊人，但我甚至未曾挪动分毫，刀锋擦着颈侧而过，砍偏了。甘宁寒毛直竖，竟被我硬生生避开了。第2招，我还让你先。我声音淡淡，甘宁身形暴退，刀势若狂风咆哮，全力在劈。我随意伸出一臂，宽大的手背稳稳拍在刀颚上，嗡，巨力袭来，震得他手臂发麻，踉跄连退数步。第3招，我照就让你先。此时的甘宁双眸赤红，彻底压榨出全身的气血锋芒，那是曾横行大江的气势，刀芒映亮了大丈。但这耗尽全力的第3刀，依旧在此刻我那腾空而起的大戟面前溃散。轰！随着天龙吟啸般的一击，帐篷片片碎裂，甘宁如同败犬般被震飞数十丈，落地便是不省人事。帐内，我持戟而立，雄浑的声音传出帐外，拿了！高顺应声带人冲入将其捆缚，我以浑厚内力催动声音，传遍全城。想要回甘宁，除非吴侯亲自来见我。城外，鲁肃一夜扁舟不安，他眉头深锁。此番交涉远比预想中复杂，郡主被劫，西陵易手，这变数牵扯了孙曹刘3方，局势变幻莫测。他深吸一口气，嘱咐随从打起江东使者的仪仗，此番却要见识见识，搞出这等动静的到底是何等人物。城楼上，孙尚香还在为我索要6郡嫁妆之事耿耿于怀。陆逊看着江东旗号缓缓行入，认定吴侯是来寻他回去，心中一边是重归江东的渴望，一边是立足刘武麾下的誓言，这让他满心纠结。公安郡首府，刘备脸色难看，他得知逆子刘武弃父出走，联想起魏延同时失踪，顿觉被狠狠扇了一脸红肿。混账，无君无父，弃国弃家！他愤怒咆哮。刘武知道他太多阴私，这一日不归，他便多一分身败名裂的风险。直到军师诸葛亮轻描羽扇分析称刘武为北投曹操，刘备心中的怒火才渐渐转为更深的焦虑。此时事后急报，西陵城易主，孙仲谋好快的手脚。刘备沉声低语，他本以为是江东下手，话音未落，另一人急报，许昌急报，曹操发8万大军直奔荆襄而来。西陵城内，鲁肃望着眼前坐在帅位上的文臣魏延，神情肃穆。西陵乃是江东要害，贵军无故扣押郡主与大将，实乃蛮横无礼。魏延冷笑，俘虏而已，拿财货赎回，何谈蛮横？粮草甲胄倒也罢了，20万人口，你们真是把江东当成待宰猪羊。魏延端起蜜水一笑，子敬先生误会了，这是赎郡主的价码，至于甘将军，只需5000山岳即可。5000山岳，鲁肃心似电转，心头那份隐隐的筹谋瞬间圆满，他毫不犹豫地应下。好，5000山岳不算什么，速可待吴侯应下。鲁肃告辞，行至城外回望，嘴角掠过一丝笑意。若江东能用区区5000山岳换取这西陵之主作为江东的一把尖刀对抗曹操，即便在这过程中要折损甚至拉拢那贼将，江东这笔买卖绝对稳赚不赔。他暗自嘀咕，这西陵贼将倒是与我将有缘，他早晚是我江东的人。鲁肃站在船头，望着被浓雾遮蔽的西陵城，眸中深邃难测。这支横空出世的贼军，扰乱了孙刘联盟，又夺了西陵要地，甚至扣押了甘宁与郡主。只要大势在江东手中，即便那贼将再强，也终究只能沦为江东的一枚棋子。可这贼将如何肯过江去见吴侯？部下忧心忡忡。鲁肃呵呵一笑，却并未多言，下令快马回江东。魏延大帐内，气冲冲闯入的孙尚香与陆逊此刻心乱如麻。魏延倒也坦率，鲁子敬确实来了。他说我们将军劫了郡主，扣了甘宁，蛮横无理。然后呢？孙尚香急切问道。然后鲁子敬便要我们放了甘宁，我开价5000山岳，他当场应下，而后便回江东了。魏延答得漫不经心。孙尚香目瞪口呆。我呢？鲁子敬没说要赎我回去吗？魏延一拍脑门，还真是，赎郡主的事情他是一个字也没提。这一刻，孙尚香如坠冰窟。他此前面对刘武的骄蛮与任性，全是仗着那份江东郡主的底气与二哥孙权的宠爱。可江东不仅没赎他，甚至连提都没提。原来自己在江东大局面前竟是弃子。那我呢？我呢？陆逊更觉荒唐，失态大叫：我是陆家千里驹，吴侯看重，怎可能把我弃之如草芥？你骗我！魏延撇嘴，于江东而言，你这未来的柱国之臣，哪里有眼下的江东大将来的重要？糊涂！陆逊彻底破防，在这份极致的羞辱中，他眼底涌出一股决绝。既然江东弃我，我便要让你们永远后江畔清冷的风吹得人透骨生寒。高顺忧心忡忡，主公离了刘备，夺了城池，劫了郡主与大将，这是要与大江两岸的所有势力为敌啊！我负手望着滚滚江水，声音淡然，饿了刘备与曹操，江东便是我找来的后路。我的后路就是行魏满朝鲜故事，占据江东。当年刘备没做成的事，我未必不能做成。西汉魏满取代箕子朝鲜，刘备空有鸠占鹊巢之志，却功败垂成。而我，即便前路荆棘，这江东6郡也早晚是我刘子烈之基业。孙策当年凭3000兵马尽收江东，我之志又岂在东南一隅？我目光望向大江对岸，那是孙氏基业。
一夜，曹操早晚要反扑西陵，江东便是我们最好的盾牌。有孙尚香与陆逊在，万一曹兵势大，我们便顺流而下，直抵江东，以避锋芒。彼时，我以江东孙氏之婿的身份，再借陆逊之手安插爪牙，何愁大业不成？高顺恍然，心中大定。不远处小舟飘荡，士卒禀报：启禀主公，这应当是江东鲁肃的船。听闻此言，我不动声色，只淡淡道：过江之事，唯有孙权亲至方可谈。走吧。正如高顺所忧，此时若要谋夺江东，周瑜、鲁肃无疑是最大的障碍。而且说起来，我与江东众人也算是老相识了。我轻声道。就在这时，一道激动的声音在身后炸响：一别多年，不成想竟然是你！高顺拔剑护卫，我缓缓转身，一袭白袍白甲的周瑜正站在小舟头，雄姿英发，手中发号施令，灭了曹操80万大军的指尖，此刻却在不住的颤抖。他那双震怒、惊疑，又带着无数过往回忆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神亭岭小将，还记当年取阿故人否？西陵城外，鲁肃策马狂奔，大局已定。他急着回江东禀报这个两全其美、架空西陵贼将的大计，取阿故人。合令一箭，凄厉的呼喊打断了鲁肃的思绪。江畔泥泞中，一个狼狈不堪的人影正跌跌撞撞地追逐着远去的马蹄声。那人竟是曾使曹操80万大军灰飞烟灭的周公瑾。那大都督满身污泥，不顾一切的狂奔，只为留住当年神亭岭上那以一己之力压制江东12将的恐怖存在。鲁肃驰马赶上，大惊失色，公瑾如何这般模样？周瑜怅然叹息：我过江来探虚实，不想却遇上了一位了不得的故人。如果我没猜错，那便是劫了郡主的西陵主将，也只有他才有这等胆量和战力。鲁肃陡然色变，望向荒野。子敬，周瑜死死拽住鲁肃的衣袖。大江两岸要出大事了。当年阴影下的江东众将若知此事，岂能作事？鲁肃一反扣住他，呼吸急促。我此番进西陵，私得一条大计，若成则江东霸业可期。两人同时开口，又同时陷入长久的沉默。周瑜顾虑私交与12将的心魔，鲁肃则担心周瑜会阻碍自己的架空之谋。半晌，两人异口同声：事关重大，速回江东，江陵曹营。事后传回西陵一主的恶报，主案后的曹洪与众将皆是怒火中烧，文聘也太废物了。江东狗贼猖獗至此，真当我们不敢动手了吗？子孝将军，请战吧！满帐怒火中，曹仁冷冷环视：曹丞相必有决断，我江陵距西陵最近，必为先锋。诸位，一雪赤壁之耻不远矣。话音刚落，许昌传令兵急冲入内，丞相发8万大军再伐荆襄，命子孝将军为先锋，进发江陵兵马，直取西陵。3万曹军如黑色狂潮决堤而出，直扑西陵。曹仁立于大道之下，寒光闪烁。3日后，本将要亲自取那西陵贼将首级。江东吴侯府大殿，鲁肃向孙权与周瑜将谋划和盘托出，以5000山越为大贼将这条恶狼，让他去撕咬南下的曹贼。事成之后，任下小妹与他的联姻，借支援治理之名渗透遣官，逐步将那贼将彻底架空。届时不费一兵一卒，西陵便归入掌中，甚至多了1员悍将。孙刘联盟这个隐患也将借此清除。孙权拍案大震，子敬之谋甚妙，他只当这是高枕无忧的连环杀局。而周瑜听罢全程，却仍是沉默，直到鲁肃退去，周瑜方才沉声道：主公，请召集程普、黄盖等12将入府，余有要事陈奏。待那些江东的擎天立柱齐聚大殿。周瑜迎着愕然的目光，声如冷风刮过：诸位将军，犹记得当年神亭岭之战否？那个人我找到了，12虎臣如遭雷击。那一日，引有狂风怒号扫过吴侯府。此时的西陵城楼，陆逊望着城外30里的连绵曹营，已是满头冷汗。江东的山岳还未送来，曹军先锋3万已至30里外，那是实实在在的兵临城下。我远眺敌营，淡淡道：伯言，你可敢与我去曹营探战？就你我2人。陆逊咽着唾沫，我没等他回话，已走下城楼，持戟纵马出城。陆逊一咬牙，慌忙拨马追随。寒风中，两骑直向敌营而去。狂奔10余里后，前方的官道上突然卷起一道黄尘，30余名重甲精锐簇拥着一位大将迎面冲来。陆逊大惊：主公，莫非是曹军斥候？这为首之将衣甲鲜明，绝非一般人啊！我缓缓降低马速，盯着那人，那是曹营核心曹子孝。我竟在城外这般轻易与他撞了个满怀，待我擒他，你就知道他是谁了。我不再啰嗦，陡然发难。曹仁见我单骑冲锋，冷笑下令：拿下这斥候，正好拷问西陵虚实。2名虎豹骑迎面刺来长戈，我大戟横扫，破空声宛如雷霆，2人长矛寸断，筋骨尽碎，狂喷鲜血倒飞而出。曹仁面色惨白，哪里不知自己轻敌陷入了死局，他猛拽缰绳掉头狂奔，撤！副将领20余骑回身阻截，我铁马不避，大戟怒龙般大开大合，残肢飞扬在半空，每一次落下都伴随着绝望的惨叫。顷刻间，那阻截的旌旗已化为一路血泥。驾！曹仁挥鞭不要命的逃！我横戟猛掷，带着恐怖风雷的大戟狠狠砸在曹仁背上，他如破麻袋般摔落下马。曹仁强忍剧痛，抓起铁枪回身布战。恶贼，当本将怕你！我纵马而至，倒拔大戟，自下而上的一式乌龙摆尾。当枪戟交错的巨响，曹仁只觉双臂骨裂，被拍至半空后重重跌落。我用冰冷的戟刃压住他咽喉，看向这位未来威震天下的名将曹子孝，我是该杀你，还是服你？曹仁怒火喷涌，是可杀，不可辱。好，我刚要终结他的性命，敌将且慢！曹仁那副将领着仅剩的戟旗，慌乱间压了一人上前，那人被刀架着艰难抬头，露出一张快要哭出来的脸。主公！陆逊欲哭无泪，
噌，曹仁副将猛地拔出环手刀，利刃死死抵在陆逊脖颈处。敌将再不放人，我便砍了你这同伴。我手中几刃缓缓嵌进曹仁颈间皮肉，他发出一声闷哼，我握住画戟，声音冷彻骨髓：你手中之人若有闪失，你家曹仁将军便与他陪葬吧。陆逊满脸不可置信，他没想到我擒下的竟是3万曹军的主帅曹子孝。住手！副将终于慌了。既如此，我拿你的同伴换我家将军如何？你我须一齐放人。陆逊的眼神瞬间暗淡下去。曹仁是曹操心腹，天下名将，而他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东吴后生。他心里清楚，若以此战局势论，只要握住曹仁，西陵之危顷刻即解。谁会为了一个年轻人放弃这泼天的战果？好，我答应。我平静开口。陆逊猛地抬头，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我大戟一挑，将曹仁像扔口袋般挑到马前。敢耍花样，你就陪着你们的子孝将军一起下黄泉吧。副将打了个哆嗦，此时满地的尸首已证明，割下他们的头颅对我而言甚至不算难事。他迅速解开绳索，放下陆逊，错身而过时，曹仁脸色惨白，而陆逊神情恍惚，直到走到我身边，他才如梦初醒，拱手举过头顶，深深一躬：主公以国事待我。陆逊自今日起必为主公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他眼眶通红，无论是孙权还是刘备，绝不会拿曹仁换他。在我眼里，他的分量竟比天下名将更重。我勒马回头，上马回城。且慢！曹仁死死盯着我，满是屈辱。匹夫之勇，你不过是仗着匹夫之勇而已。若非如此，本将今日如何会受入你手？匹夫之勇何足视？当年吕奉先天下第一猛将，终难逃白门楼之厄。你便是勇猛如吕温侯，又能如何？我皱起眉，你想说什么？本将一生最得意的本领，就是沙场战阵之法。我要和你再比一阵，就比军阵战法。你我各领800人，你若胜，我3万大军即刻回转江陵；我若胜，你便随我北上，入许昌，效力于曹丞相麾下。他显然想以此挽回尊严，更想为曹操收入我这员猛将。他挑衅道：“你敢吗？”我拨转马头，好。1个时辰后，便在此处，你我以800军阵相决。半晌，我回至西陵城下，城门轰然大开，我勒马高喝：“现阵营何在？”哒哒哒，马蹄连绵。高顺单骑策马而出，主公，残阳如血，江面被映得通红。列阵！曹仁一声令下，800曹军精锐举盾挺矛，严阵以待。这些是他的亲卫，曾让周瑜数次攻城无果。前方，我方的部族缓缓推进，那是一座整齐的方形阵，浑然一体。最怪异的是，整座阵中看不见一块盾牌，唯有数丈长的森林长矛。曹仁眉头微皱，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随即下令变阵，800曹军迅速伸出2翼，企图如剥皮削肉般蚕食长矛方阵。然而我军毫不理会，整齐划一的脚步踏得大地隆隆作响，惨烈的一往无前之气冲天而起。曹仁心跳狂跳，直觉世界，大吼道：“变阵，固守本阵！”可惜晚了，长矛方阵已如巨人般压了过来。杀！曹军怒嚎迎击，但密集的矛锋顺着盾牌缝隙扎入血肉，每一杆矛都要带走1、2个性命。长矛方阵缓慢而坚定地推进，像一台精准的杀戮机器。曹军胆寒了，阵脚开始松动。曹仁亲自入阵，甚至拔剑督战，后退者斩。在他的嘶声咆哮下，曹军激发出最后的血涌，两军陷入惨烈的僵持。此时，高顺在中军低声开口：“让！”阵型裂开一道裂缝，他手持长矛，人马合一的冲出。现阵之势有死无生，一点寒芒先到，矛杆顺势一挑，曹仁竟连人带马被挑飞至半空。西陵军阵爆发出海潮般的怒吼：“现阵！现阵！现阵！主将坠马！”曹军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惶然溃逃。曹仁狼狈地翻身爬起，他死死盯着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那是高顺。即便过了这么多年，他依然认得那张脸，是那个本该和吕布一起死在白门楼的孤将。入夜，西陵城头火把通明，5000山岳俘虏已由鲁肃送达。我看着陆逊，5000山岳，眼下还是交你监管。陆逊身躯一震，这是何等的信任！他深深一拜，陆逊定不负主公之托。他望向30里外的曹营，白日大胜，曹仁若守没，明日当退。我感受着晚风，淡淡道：“但愿吧。”次日清晨，中军大帐内，我刚在听取编制汇报，一名士卒惊恐冲入：“主公，曹军攻城了！”我来到城头，西陵城外，密密麻麻的曹军漫山遍野而来。旌旗蔽日，攻城器械在大地的震颤中缓缓逼近。曹仁终究没有守约，他顶盔贯甲立于大道下，眼神冷酷，拔剑直指：“大军今日下西陵。”西陵城外，战鼓号角震天，曹军黑压压一片，如乌云般压向西门。数万大军踩踏大地，整座城池都隐隐震颤。曹军中军大道之下，心腹副将迟疑着看向曹仁，低声劝道：“将军，此前您与那贼将有约在先，这般毁约，恐遭日后诋毁。”曹仁淡淡一笑，望着近在咫尺的西陵，语气满是理所当然：“兵者，诡道也。我奉丞相之命取西陵，此乃公事，与他的赌约不过私斗，岂能因私废公？”他眼底掠过一丝冷意。当初丞相诱杀吕布，手段比他狠绝100倍，区一个赌约，根本不值一提。城头之上，守军一片肃杀，士卒们往来奔忙，弓箭手列阵，滚石雷木堆垛，滚油烧沸。所有人都清楚，这是西陵生死存亡的一战，撑过去方能立足，撑不过去便是全军覆没。我缓步登上城楼，众校尉纷纷躬身行礼。主公！魏延望着城下曹军，怒声骂道：“曹子孝无耻至极，他若敢坏子列大业，我必将他千刀万剐。”陆逊紧随其后，咬牙切齿附和：“魏将军所言极是，曹子孝不愧是曹贼从弟，奸诈无耻学得通透。”他满心愧疚，若不是昨日自己被擒，我也不会放曹仁归营，更不会有今日危局。高顺沉默立于一侧，死死盯着曹仁身影，眼底杀意翻涌，只恨昨日阵前为一枪取其性命。我扫过3人，
语气平静。事已至此，按昨日所议之策施行。三人皆是一惊，魏延更是急声劝阻：子烈，那计策太过凶险，你是全军主心骨，万万不可轻易涉险。眼下已是万不得已。我语气漠然，不容置疑，随即沉声下令：伯言，西陵城全权交于你。陆逊愣在原地，满脸错愕，显然没料到我会将这唯一的立足之地尽数托付给他这个刚投效的江东子弟。我转头看向高顺，城中上有多少马匹？高顺拱手应声：上有100余骑，从县阵营挑100精锐，随我出城，剩余700人尽数交给陆逊，助他守城。我又看向魏延、文长，你辅佐陆逊，一切听他调遣，诚若有失，提头来见。末将领命。两人齐声应下，我不再多言，转身领着高顺下城。须臾之间，100骑精锐整装完毕，迎着寒风直奔东门而去。城门缓缓开启，日光洒落，我率100骑绝尘而去，只留漫天黄尘。城楼上，陆逊望着我离去的方向，心头滚烫，满是惶恐与感激。我明知他是江东之人，却将西陵命脉尽数托付，这份信任重于千金。魏延拍了拍他的肩膀，粗声说道：主公信你，你便放手去做，我听你调遣，但丑话说在前头，诚若有失，你我脑袋都别想要了。陆逊深吸一口气，眼底一缕尽消，沉声自语：陆逊必不负主公所托。城下曹军攻势如潮，喊杀声震天，大批曹军顶着箭雨冲向城墙，却被城头箭雨、滚石雷木与滚烫金枝死死拦住，尸身堆积如山，惨叫不绝于耳。攻守双方瞬间陷入僵持。城内教场，魏延对着5000山岳厉声威慑：城外是曹操大军，他与江东势不两立，你们皆是江东送来之人，一旦城破，尽数要被焚杀祭旗，唯有拼死守城，才有活路，击退曹军。人人有赏。山岳士卒本就惶恐，听闻此言，纷纷软化，愿意登城驻守。魏延将5000山岳分为5支千人队，分守4门，剩余1支居中策应，轮流替换，大大减轻了城头守军压力。随后他按照陆逊吩咐，前往大帐提甘宁。帐内，甘宁听着城外喊杀声，面色惊疑，见陆逊带人进来，当即冷脸相对：你这被主叛吴之徒，有何脸面见我？陆逊懒得周旋，直言道：甘将军，曹军3万猛攻西陵，城内缺将，还望你出手相助，听我号令拒敌。甘宁怒极反笑：让我听你号令，痴心妄想，可速杀我，我宁死不受耻辱。陆逊面色一冷，挥手示意士卒架起甘将军上城头。甘宁重伤未愈，根本无力挣脱县阵营士卒的制捕，被强行架到西门城楼。他抬眼望见城外曹字大道，心头一沉，西陵若是落入曹操之手，江东门户大开，后果不堪设想。陆逊淡淡开口：攻西陵的是曹人，3万大军倾巢而出，将军也不想江东命脉落入曹贼之手吧？甘宁沉默下来，脸色愈发难看。曹军强攻2个时辰，死伤惨重，士卒疲惫不堪，攻势渐渐迟滞。曹人见状，勃然大怒，挥鞭抽在回花将领身上，厉声喝道：军旅攻城，岂有攻不动之理？传我命令，大道前移，本将亲自督战，后退者斩。曹人策马直奔城下，亲卫举盾护在身前，曹字大道紧随其后。曹军士卒见主将亲赴险地，瞬间士气大振，不顾死伤，疯狂冲锋，云梯一架接一架搭上城头。终于有曹军士卒爬上城墙，与守军展开白刃战。魏延见状，亲自提刀上阵，大刀挥舞，连斩数名曹军，厉声嘶吼：顶住！城头守军军心大振，硬生生将爬上城墙的曹军逼退，战局再度僵持。曹人立于距城门200余步处，副将忧心劝道：将军此处太险，西陵贼将骁勇，若开城杀出，我军难挡。曹人冷笑：我巴不得他开城，正好一鼓作气拿下西陵。他纵是骁勇，难道能以一敌万？话音未落，曹军斜后方突然传来大地震颤之声，紧接着一道黄尘狂飙而起。我率100县阵旌旗如一把利刃，直插曹军后方，目标直指曹人所在的中军大道。曹军猝不及防，慌忙结阵阻拦，却根本挡不住100骑冲锋。我纵马冲在最前，方天画戟横扫直劈，所过之处，曹军纷纷倒地，血肉横飞。我眼神冰冷，死死盯着曹人，一路突进，势不可挡。曹人回头望见我策马杀来，瞬间肝胆欲裂，厉声嘶吼：护住将军！亲卫们疯了一般扑上来阻拦，却被我一戟一个尽数斩杀。片刻之间，曹人身边再无护卫，我纵马逼近，一戟挑飞曹人手中长剑，二马交错之际，伸手将他提过马来，冷声呵斥：聒噪！一掌拍在他面门，直接将其打昏。我挟持着曹人，率100骑顺势冲出战场，不回西陵，反而朝着江陵方向绝尘而去。3万曹军眼睁睁看着主将被擒，瞬间懵了，喊杀声戛然而止，众将不知所措，军心彻底溃散。西陵城楼上，陆逊见状，激动地拍城叫好，当即拔剑下令：魏延领3000兵马从东门杀出，打出刘备旗号，高呼：刘皇叔帐下大将魏文长来也。魏延拱手领命。陆逊又看向甘宁，甘宁领3000山岳从西门杀出，打出江东旗号，高呼：江东第一猛将甘兴霸来也，让曹军知晓孙刘联军已至。甘宁虽满心憋屈，却也知事关重大，被迫依计行事。不多时，魏延率部打出刘字旗号，厉声高呼，曹军又一瞬间动摇。甘宁端坐战车，被士卒胁迫着喊出旗号，山岳兵紧随其后。曹军左翼闻风丧胆，本就群龙无首，此刻更是认定孙刘联军赶到，纷纷溃逃，3万大军彻底土崩瓦解。陆逊望着溃败的曹军，朗声大笑，对着身旁士卒说道：我不笑别人，单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更笑曹人自作自受。我率100骑昼夜疾驰，1日便抵达江陵城下。高顺对着城头高声喊话：快开城门，我军中了孙刘联军埋伏，
3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拼死救出子孝将军，速速开门救治。城头守将半信半疑，直到士卒抬出昏迷的曹仁，才大惊失色，慌忙开城接应。我故作焦急，对着守将说道：“子孝将军重伤昏迷，临行前曾言，赵城中百夫长以上将领尽数入郡守府议事。守将不敢耽搁，立刻传令召集众将。我领着百骑进入郡守府，静待江陵众将到来。这座赤壁之后周瑜久攻不下的江北重镇已然触手可及。与此同时，大江对岸的公安城，刘备正率楼船赶往江北。”诸葛亮轻摇羽扇，忽然问道：“主公，阿武公子可有消息？”刘备脸色骤变，厉声喝道：“先生休要提那数字！”诸葛亮轻叹一声，不再多言。楼船穿过江面浓雾，缓缓向着江陵城驶去。一场新的风云即将在江北上演。江陵郡守府偏僻厅堂内，灯火昏暗，曹仁麾下部曲将30名百夫长尽数齐聚，个个神色忐忑，低声议论不休。子孝将军这时候把我们叫到这里做什么？我听来传令的亲兵所言，子孝将军似是有机密事要与我们言。我隐隐听到有些传闻，说是子孝将军是被士卒抬进江陵城的。不可能，西陵城只有几千人马，子孝将军领3万大军以泰山压卵之势进攻西陵，如何会出意外？众将较正议论间，陡然一阵锐剑破空声响起，紧跟着一声惨叫刺破寂静。一名百夫长胸口插着凋零剑，当场气绝。谁？不好，有刺客！快冲出去！众人惊惶失措，刚想移动，门外剑雨如簧倾泻而入。短促的惨叫过后，厅堂内再无动静，唯有鲜血顺着地面缓缓蔓延。数十名县阵营士卒持弓踏入，高顺走在最前，扫过满地尸首，松了口气，沉声下令，立刻取下他们的硬性腰牌，控制城内各处要害，按原计划行事。是。我坐在曹仁书房案前闭目养神，不多时，高顺大步入内，拱手禀报：“启禀主公，江陵城内所有部曲将、百夫长已斩杀殆尽，各处府库要害尽数掌控。我谋划多日的关键一步，终于大功告成。”刚要开口，屏风后突然传来疯癫的叫嚷声：“我赢了！我打赢了高顺的县阵营，我攻下了西陵城！勇猛！你便是猛如吕布又如何？论谋略，你怎是我曹子孝的对手？”哈哈哈哈！一道披头散发、满脸血迹的身影跌撞而出，正是曹仁。我入城后怕生变故，特意将他囚在书房亲自看管，没想到短短一路，他竟成了这副模样。曹仁眼神时轻时拙，手舞足蹈，疯笑不停。高顺愣了片刻，才迟疑开口：“主公，这一路上我等先后将他打昏6次，这厮怕是被打坏了脑子，彻底疯癫了。”我看着眼前疯傻的天仁将军，眉头微蹙，只吐出2个字：“太聒噪了。”话音刚落，高顺抬手一掌劈在曹仁后脑，曹仁闷哼一声，当即瘫软昏睡过去。我缓缓起身，迈步走向门外。曹仁疯了便疯了，不必理会。眼下重中之重是江陵，曹操大军不日便至，一粒粮食都不能给他留下。高顺拱手应声：“末将明白。”东方泛起鱼肚白，江风呼啸着掠过江北。我立于江陵城头，望着江面茫茫浓雾，目光穿透水汽，直直看向对岸的公安城。那是我昔日栖身，却被刘备视作弃子的地方。如今我坐拥西陵，智取江陵，早已不是当年任人摆布的棋子。金陵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2000人马守西陵，百骑精锐取江陵，万军从中擒曹仁。这般战绩，刘备做梦都不敢想。我低声自语：“刘玄德，我倒想看看你得知今日之事会是何等嘴脸。”浓雾渐渐散开，一艘硕大楼船闯入视线，船顶立着2道身影，一人羽扇纶巾，一人双耳垂肩，分明是诸葛亮与刘备。恰在此时，刘备抬头，视线与我隔空交汇。楼船顶层，刘备呆望着江陵城头，满脸不敢置信。他死死盯着那道身影，心底翻江倒海。那是刘武，他怎么会在江陵城头？他下意识揉了揉眼睛，在抬眼时，浓雾翻涌，彻底遮住了城头。诸葛亮察觉他神色异常，关切问道：“主公可是身体不适？”刘备惊疑不定，开口道：“孔明适才。”我隐约间似是看见刘武那逆子站在江陵城头。诸葛亮当即摇头：“主公定是看错了。这些天刘封在两岸广布斥候，全无长公子踪迹，他绝不可能出现在此处。许是主公惦念他，加之江雾弥漫，才看花了眼。”刘备苦笑摇头，自我宽慰：“也是，即便他投曹，曹操生性多疑，也定会将他拘在许昌，怎会放他来江陵这等要地？”话音刚落，一道声音穿透浓雾，清晰传入耳中：“刘玄德。”刘备浑身一僵，错愕四顾。这声音分明来自江陵城头，更与刘武一模一样。他强压心计，自嘲道：“适才竟幻听有人唤我。”声音与那逆子如出一辙，想来是被老了。诸葛亮却神色骤凝，沉声道：“主公，亮方才也听到了。”这声音却是从江陵城头传来。刘备瞬间僵在原地，满脸难以置信。与此同时，江陵府库前车马如龙，高顺借着曹仁令箭与众将应信，指挥士卒将粮草、军械、兵甲、金银绢帛悉数装车，运往西陵。府库官吏惴惴不安，上前询问：“将军，西陵战事不利，为何连兵甲金银也要一并运走？”高顺冷眼瞥他，冷声道：“曹丞相8万大军星夜驰援西陵，人吃马喂，军械损耗，将士赏赐，哪一样不需用度？违抗军令者，斩！”官吏吓得不敢多言。高顺又追问城中战马数量，得知上有500匹后，当即下令全部征用。短短时辰，江陵府库被搜刮一空，连战马背上都驮满物资，城内剩余手足也被以曹仁名义调去押运辎重。城头士卒快步来报：“主公，刘备楼船欲靠岸，高顺将军已将最后一批辎重运出江陵。”我颔首应声，抬手将一面留字大旗狠狠插在城头，江风烈烈，大旗舒展，格外醒目。刘备的楼船缓缓靠岸，他望着大开的江陵城门，往来如常的百姓，以及城头那面刺眼的留字大旗，满脸茫然，喃喃自语：“空城计，这定然是曹仁的空城计。势敌已弱，诱我入城。”诸葛亮眉头紧锁，满心疑虑：“主公既知是计，只需遣军围剿即可，何必设此圈套？实在不合常理。”他沉吟片刻，提议道：“
不如先派护卫入城探查，再做定夺。刘备当即应允，遣护卫入城打探。不多时，护卫回报，城内便寻不到一兵一卒，军营教场全是空荡。刘备闻言，心头狂喜，江陵乃兵家必争之地，正是隆中对中跨有荆益的关键。如今唾手可得，他再无迟疑，立刻下令速回公安，命关张二将领兵过江，攻取江陵。诸葛亮想要劝阻，却被刘备直接打断：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孔明忘了隆中跨有荆益之策吗？此乃天助我也。说罢，他带着侍卫径直登岸，步入江陵城门。刘备踏入城中，看着毫无设防的城门，眼圈泛红，掩面痛哭：江陵父老，备来迟也。诸位身陷曹贼之下，备心中有愧啊。周遭百姓一脸茫然，只当他是疯癫之人，纷纷驻足围观。不多时，关羽、张飞领兵赶到，见江陵果真无兵，张飞兴奋大呼，关羽也面露喜色。三人皆以为得此天险，大业可期。唯有诸葛亮立于岸边，羽扇轻摇，心底不安愈发浓烈，总觉得这一切太过蹊跷。襄阳城内，曹操端坐主位，听闻斥候回报，整个人如遭雷击，身形一晃，险些跌倒。事后颤声禀报：启禀丞相，子孝将军3万大军兵败西陵，阵前被俘，生死不知。曹操捂着头，头风病骤然发作，目眦欲裂，捶胸顿足，失声痛哭。曹仁是他同族心腹，跟随多年，屡立奇功，赤壁后镇守江陵，硬抗周瑜，如今竟兵败被俘，这份打击远比损兵3万更甚。群臣噤声不语，皆知曹仁忠勇，被俘便等同于身死。曹操此番是真的痛心疾首。不等曹操平复心绪，又一名斥候急冲入内，高声急报：报，江陵城失守，城头已插上刘备的刘字大旗。曹操瞬间暴怒，双目赤红，浑身发抖，拔剑出鞘，厉声喝令：夏侯渊，命你为帅，领兵征讨刘备。张辽、乐进、于禁、张合、徐晃尔等各领1万兵马，随其出征，务必将大耳贼溺死在江上。无此良将尽数出征，5万大军直奔江陵。曹操恨意滔天，是要夺回江北重镇，为曹仁报仇。我率亲卫返回西陵，远远便见陆逊、魏延立于城头等候。吊桥早已放下，城门大开，短短数日，我等摆弃秦曹仁，智取江陵，搜刮辎重。如今归来，西陵依旧固若金汤，总算没白费一番谋划。中军大帐内，众将齐聚，甘宁也被强行带来列席。陆逊上前汇报战果，语气难掩激动：主公，此战我军大获全胜，斩首3000，俘虏9000，缴获盔甲2万套，战马2000余匹。我军本部伤亡极轻，仅山岳士卒损耗较多，仅剩3000余人。我默默盘算战果，加上江陵搜刮的物资，如今家底已然丰厚，当即开口调兵遣将。高顺从俘虏中挑选1200人，编入县阵营，所有战马、精良甲胄优先配给。我要你练出2000人马，上马能突阵，下马能陷阵。高顺拱手领命，当即转身去办。我又看向魏延，你部伤亡100余人，从俘虏中抽调2138人，补满5000兵力，加紧操练，备战曹军。魏延朗声应诺，快步退下。最后，我目光落在甘宁身上，缓步走到他身前，抬手按在他肩头，沉声道：余下3000山岳，交由你统领练兵。曹操大军将至，西陵是江东门户，你也不想此地落入曹贼之手吧？甘宁浑身紧绷，感受到肩头重压，不敢违抗，颤声应下。诺。众将退去后，陆逊快步追出，神色纠结，躬身道：主公，属下有一事请罪。您不在西陵时，属下越俎代庖，以您的名义给吴侯修书，请求江东再调山岳兵力驰援。我看着他，淡然开口：我知晓你的用意。当时我远在江陵，曹军压境，时间紧迫，你此举是为保全西陵，本意无错。我即将西陵托付于你，你便有权代我行事。这次你做得很好。陆逊闻言，热泪盈眶，深深作揖，满心感激。我随即吩咐，从剩余俘虏和山岳中抽调1000人，归他统领，由甘宁协助练兵。算上后续江东将至的5000山岳，我麾下兵力已达16000，可新兵居多，战力薄弱，根本难挡曹操精锐。时间紧迫，曹操亲征大军不日便至，我心头压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必须赶在曹军到来前整肃军备，布防西陵。江东吴侯府，鲁肃刚从西陵归来，向孙权禀报战况，皱眉道：主公，曹仁领3万大军攻西陵，西陵兵力不足5000，此战怕是凶多吉少。孙权轻叹一声，本想做官成败，伺机营救孙尚香、陆逊与甘宁，如今见西陵势弱，也只得作罢，准备谋划联刘抗曹。鲁肃刚退下，程普、黄盖等江东12将匆匆赶来，追问西陵战况，皆念及神挺领旧情，惋惜我难逃败局。话音未落，一名斥候急奔而来，高声疾呼：急报，西陵大破，曹军3万，主帅曹仁被俘，满场皆惊，众人瞠目结舌，不敢相信区区西陵竟能大败曹仁3万大军。没过多久，陆逊书信送至，孙权展信看完，沉声道：西陵愿以5000曹军俘虏，换我江东5000山岳，诸公以为如何？张昭、顾雍等世家大臣极力反对，直言此举会触怒曹操，损耗江东根本。鲁肃、诸葛瑾则力主交换，称既能增强江东实力，又能牵制曹操，唇亡齿寒，西陵不可失。朝堂之上争执不休，犹如当年赤壁战前的详战之争。孙权眼神冷厉，拍案决断：鲁子敬，此事交由你全权处置，押送5000山岳前往西陵交换俘虏。他刘武不惧曹操，我堂堂吴侯，胆魄岂会不如他？诸葛瑾回府后，本想写信给诸葛亮，告知西陵战况与我的经世之举，思虑再三，终究将书信焚毁。各为其主，不便多言。江陵郡守府内，关羽、张飞听闻西陵大胜，曹仁被俘的消息，
皆是满脸不信。赵云再三证实，二人依旧难以释怀。刘备却眼神发亮，满心渴求。他深知西陵主将勇猛无双，若能将其收归麾下，足以与曹操五子良将抗衡。他当即下令，子龙备齐猪羊美酒，随我渡江前往西陵，犒劳三军，拜访这位将才。诸葛亮想要劝阻，却拦不住刘备的求贤之心。刘备站在船头，满心憧憬，自认以自身仁德，定能让我倾心归附，甚至暗中盘算，要将我列入五虎上将，稳压曹操一头。船队顺流而下，直奔西陵。一场暗藏心机的会面即将拉开帷幕。江北岸边风急浪轻，数十艘载满猪羊美酒的舟船顺江而至，正是刘备前来劳军的队伍。江陵到西陵急行军需一昼夜，带着辎重更是耗时。刘备心急见我，索性乘船顺流，不过1日便望见西陵城轮廓。赵云策马护在刘备身侧，沉声劝道：“主公，下船之后再行数里便是西陵城所在。西陵大战方休，只怕路上不大安稳，请主公稍待，云先去探路。”荒唐！刘备眉头紧皱，直接打断赵云，义正辞严开口：“备与江东乃是盟友，此番来西陵，是因江东大败曹军，我等为江东盟友劳军而来。若是连这区区数里之地我刘玄德都不敢走，那我等还是什么盟友，还劳什么军？”说罢，他整肃衣冠，当即下令下船搬运劳军物资。500军士挑着酒肉，扛着礼品登岸，岸上堆得满满当当。刘备面露满意，自认这份隆重诚意足以打动我这位西陵守将，当即催促队伍直奔西陵。与此同时，西陵校内喊杀震天，大批山岳青壮持枪苦练，汗流浃背，不敢懈怠。甘宁拎着皮鞭四下巡视，厉声呵斥训诫：曹军主力将至，这些未经正规训练的山岳兵必须短期内练就基本厮杀能力，否则便是曹军刀下亡魂。中军大帐内，我立在荆襄地图前，陆逊手持木棍指着地图，面色凝重禀报：据西陵探子传来的消息，曹贼的主力大军应当已推进到襄阳，西陵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做好备战事宜。他话音落，眼底满是忧色，下意识看向我，担忧西陵能否再破强敌。我语气平静，目光在襄阳与西陵两处落点，沉声道：不能硬拼，那是找死。此次对战曹操难征主力，只能以固守为主。我们要和曹操耗，他兵力雄厚，固然来势汹汹，可这8万大军人吃马嚼，光是粮草便足够他头疼的。只要我们死守西陵，他久攻不下，必然粮草不济，士气萎靡。再加上孙刘联军在大江两岸虎视眈眈，曹操不能，更不敢跟我们久耗下去。我转身坐回岸后，继续说道：没有战果，士气低迷，又有仇敌旁侧，只要曹操还清醒，他除了撤军别无选择。短短几句，便定下整场战事的核心策略。陆逊听后，心头忐忑瞬间消散大半。帐外脚步声轻响，孙尚香端着茶盘入内，涨红着脸生疏地为我斟茶。这般举动让陆逊瞪大了双眼，这位江东掌上明珠，竟屈身做侍女之事，若是传回江东，必然震动建业。我端起茶盏，淡淡开口：我西陵不养闲人。孙尚香闻言羞愤交加，长这么大从未做过这般活计，若非孙权弃他，无处可去，绝不肯屈身在此。不等他发作，高顺匆匆入帐，神情怪异禀报：主公，刘备来了，还带着猪羊美酒，说是来劳军的。帐内瞬间寂静，陆逊与孙尚香皆是呆滞。陆逊率先回神，目光在我与孙尚香之间来回打量。高顺也悄悄抬眼看向二人，显然都想到了我与刘备、孙尚香的特殊纠葛。我微微一怔，顺着二人目光看向满脸通红的孙尚香，冷声开口：刘皇叔来了，郡主这是害羞了吗？这句话彻底激怒孙尚香，他猛地掀翻身侧案几，怒声嘶吼：我才不嫁给刘玄德那个假仁假义的糟老头子！话音未落，便红着眼冲出大帐。高顺连忙上前，沉声问：主公，刘备见还是不见？我并未下令开门，只让城头士卒按兵不动。西陵城外，刘备顶着寒风，扯着嗓子一遍遍高喊：城上的军士，速报与你家将军知晓，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域州牧，皇叔刘备刘玄德特来拜见西陵守将，备与江东乃是盟友。今闻将军于西陵大破3万曹军，生擒曹人，备不胜欢喜，特备猪羊美酒前来劳军。可城头士卒始终一言不发，城门紧闭不开。赵云见刘备喊得气喘吁吁，于心不忍劝道：主公，要不然我们先回江陵吧。刘备喘着粗气，兀自我宽慰，这西陵守将毕竟是江东吴侯麾下将领，如此猛将孤悬江北，定然是为了避嫌，才迟一步来见我。无妨，我便在此等他，他定然能明白我的诚心。他从白昼等到夜幕降临，隆冬寒风刺骨，始终不见城门开启。此刻终于明白，对方根本是不屑见他。刘备脸色铁青，又气又动，咬牙下令：子龙，我们走，这些劳军之物原样带回去，一件也不要留。临走前，他指着城头怒骂：山野匹夫，鲁莽武将，你敢如此待汉皇后意，翌日你必死于曹贼兵刃之下。夜色笼罩西陵，城头火把通明。魏延踏上城楼，驻守曲将拱手行礼。魏延冷声问道：刘备走了？曲将应声点头，指向江岸方向。借着月色能看到刘备一行人正忙着将物资搬回船上。魏延眼底闪过冷意，低声自语：子烈尚需你在江陵抵挡曹孟德的大军，所以他不对你出手。可乃公我就未必。魏延当即策马奔入教场。此时3000山岳兵正趁着夜训间隙喝稠粥果腹，高强度训练下，这顿加餐已是难得的优待。魏延扬鞭直接打翻煮粥大锅，浓粥泼洒一地。山岳兵虽怒，却畏惧魏延威势，不敢反抗。魏延看着一众畏缩的山岳兵，朗声道：没错，乃公是故意的，乃公是故意打翻了你们的锅。我知道你们都很生气，但你们畏惧我，所以不敢反抗。但是你们以后一定会感激乃公，你们是山岳，家乡被江东侵扰，亲人被掳，粮食被抢，
沦落到此，只能喝稠粥果腹。走，拿起刀剑，叫上同伴，乃公带你们开荤。这番话彻底点燃山岳兵的怒火与贪念，3000人尽数抛下碗筷，扛起武器，跟着魏延冲出西陵城门，直奔江岸刘备船队而去。刘备的500随从根本抵挡不住发狂的山岳兵，劳军物资被一抢而空。刘备在赵云护卫下狼狈逃窜，险些被山岳兵扒光衣物。半个时辰后，刘备浑身湿透，灰头土脸，对着江东方向破口大骂，扬言要孙权给个说法。此时张飞星夜疾驰而来，焦急大喊：“大哥，探子回报，襄阳方向来了曹操大军，就快要到了。”刘备先是一喜，以为曹军是来攻西陵报仇，当即道：“好，曹贼已至，江陵群贼的末日便是到了，自作孽不可活，老天这就来收他们了。三弟、子龙，我们快走，免得被波及。”张飞却呆在马上，苦着脸嘶吼：“大哥，探子探查到的那支南下曹军，不是来打西陵的，曹军就是冲咱们江陵来的。”刘备脑子嗡的一声，声音尖利：“不可能，曹贼怎么可能冲江陵来？西陵大败曹人3万大军，西陵贼将又生擒曹人，曹贼此时不来西陵为他从弟报仇雪耻，来我江陵做什么？”张飞急得跺脚。再三保证斥候消息无误，刘备这才慌了神，连忙下令火速返回江陵。途中张飞见刘备狼狈不堪，追问缘由，赵云将我闭门不见，魏延唆使山岳抢物资之事和盘托出。张飞勃然大怒，当即要策马杀回西陵，被刘备死死拦住。此时大江之上，江东船队密密麻麻驶向江北，正是鲁肃押送5000山岳前来西陵交换曹军俘虏。鲁肃立于船头，望着西陵轮廓，心知这笔交易既能牵制曹操，又能为江东留后路，利弊分明。行至半途，程普、黄盖等江东12将突然乘船追来，鲁肃大惊，这些江东柱石重臣竟擅离职守尾随而来。程普拱手说明来意：当年神亭岭一战，我一人独挡江东12将，从白昼战至黄昏，给众人留下极深印记。如今得知我大败曹人，生擒敌将，众人再也按捺不住，执意要见昔日故人。鲁肃苦劝无果，12将心意已决，甘愿受军法惩处，也要见我们面。江陵城内已是一片肃杀，关羽亲自登城驻守，抚着美髯满心忧思，最多3日曹军便至。可刘备迟迟未归，他想起曹人的勇猛，更对我以弱胜强，生擒曹人的战绩倍感匪夷所思，无意间联想到大哥所言江陵城头的声音，心头猛地一震，似乎察觉到什么隐秘。不多时，刘备一行人狼狈赶回江陵，关羽连忙下城相迎，陈声禀报：大哥可算回来了。最新的探子回报，此次往咱们江陵来的曹军不下5万。刘备脸色骤变，连忙追问曹军主将。关羽回道：主将是夏侯渊，还有张合、于禁、徐晃、张辽也来了，各领1万兵马，还有先登乐进、五子良将尽数齐聚。刘备瞬间压力倍增，再也不敢轻敌，连忙下令召集诸葛亮、孙乾、糜竺等众人连夜议事，盘点麾下兵力。众人统筹后得知，全军共计8万，可兵力分散各地，荆南4郡需留守，江夏兵力因忌惮江东不敢调动，能调入江陵的仅有公安3万精锐。张飞见状大呼：8万对5万，优势在我。刘备却面色凝重，深知江陵孤悬江北，一旦被围便是孤立无援。众人商议良久，刘备拍案决断，无意已决，即刻将公安城内所有粮草、兵员全都调到北岸来。曹军南下要拔江陵，吾便以重兵阻之。2弟、3弟、子龙、黄忠各守一面，我刘玄德不信五子良将砍得下来。诸葛亮却突然起身，对着刘备深深作揖，疲惫开口：请主公弃了江陵，退守大江南岸。主公，我们回公安吧。刘备情绪激动，厉声反驳，细数江陵的重要性，称这是北上中原、回归故土的门户，更是百姓期盼他归来的根基，宁可死战也绝不弃城。关羽、张飞纷纷附和。诸葛亮长叹一声，不再多劝。西陵城外，江东与西陵的俘虏交割顺利完成，5000山岳轻壮尽数入城，西陵守城底气更足。鲁肃看着陆逊，满是疑虑问道：陆伯言，你这陆氏千里驹，当真要投靠如今这位西陵之主了不成？陆逊洒然一笑，坦然回道：什么投靠不投靠的，做事而已，在哪里做事不是做事？我江东人才辈出，何时才能轮到我这小字辈的出头？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我陆伯言想要建功立业，还不得等到猴年马月？主公信我，托付我西陵命脉，我自当尽心效力。话音未落，江东12将快步走来，陆逊误以为是叔父托人带他回江东，扭头便跑。12将连忙在后追赶，大喊着要见西陵主将。陆逊跑回大帐，向我禀报：主公，江东12将托属下转告，昔日神亭岭12故人特来拜访主公。我神色平淡，沉声开口：大战将起，我岂有闲情与彼等叙旧？告诉他们，如今曹操大军将至西陵，他们若是愿助西陵守城，我便见；若不愿，我便不见。陆逊领命出城传话，12将闻言面面相觑。鲁肃更是厉声斥责我算计江东诸将，陷江东于险境。12将虽满心遗憾，却深知不能因私废公，不愿拿江东安危做交换，最终只能怅然离去。神亭岭的旧时之约，终究成了终身憾事。鲁肃见众人离去，松了口气，随即带队返回江东。陆逊则转身回城，继续筹备防务。此时曹操大军正浩浩荡荡南下，行至长坂坡。曹操望着故地，想起当年大败刘备、赵云7进7出的往事，神色复杂。恰逢李典带回西陵溃败的1万曹军溃兵与曹人麾下将领，曹操当即召见，细问西陵战败缘由。曹仁副将跪地禀报，将我37破曹人探哨，阵前赌斗胜曹人，百骑突3万大军生擒曹人的经过尽数说出，更提及现阵营重现，高顺尚在人事的消息。曹军众将闻言无不惊骇，曹操更是呆立当场，直呼我勇猛堪比吕布。白门楼之事历历在目，他万万没想到高顺与现阵营竟能重现事件。夏侯惇随即拿出曹仁战前书信，当众念出信中内容，正是我手持方天画戟，麾下有现阵营。曹仁当初更是想劝我归降曹操。曹操听完默然良久，
对我的忌惮与惜才之心交织，当即下令大军加速，是要拿下江陵，踏平西陵。西陵城内，甘宁顶着寒风苦训新边山阅兵，嗓子沙哑，皮鞭不停。他深知西陵存亡与自身息息相关，只能拼尽全力练兵。教场上喊杀声此起彼伏，新旧山阅兵逐渐成型，西陵的防御体系愈发稳固。没过多久，江陵城北烟尘漫天，夏侯渊率领5万曹军兵临城下，五子良将尽数列阵。夏侯渊马鞭直指江陵城头，厉声下令踏平江陵，生擒刘备。江陵攻防战瞬间打响，几乎同时，毕骑斥候从北方狂奔入西陵，高声疾呼：报，曹军已不足100里，明日便会兵临城下。整座西陵瞬间陷入肃杀，所有士卒各司其职，备战进入最后阶段。我当即升帐议事，魏延、高顺、陆逊、甘宁齐聚帐内，我大步迈入帐中，神情郑重开口：诸位，那个破黄巾，讨董卓，擒吕布，灭袁术，败袁绍，深入塞北征乌桓，直抵辽东，逐鹿中原，四方踏伐的曹孟德到了。4人齐齐拱手行礼。我随即铺开地图，手持佩剑指点分析。曹操在襄阳分兵，他忌惮刘备，定会拨5万精兵攻江陵。刘备虽有8万兵力，却分散各地，能守江陵的仅有公安3万精锐，江夏2万兵因提防江东，绝不会调动。曹刘2人必有一场死战，撑得越久，对我们西陵越有利。我看向众人，语气沉凝。曹操亲征，护卫严密，战将如云，想再效仿秦曹人那般斩首秦帅，已然无望。此战若胜，我们便能在大江两岸立足，成一方诸侯；若败，吾等尽数葬身西陵。曹军明日便到，今夜谁要走，可自行离去。过了今夜，便再无退路。高顺巍然不动，魏延低头侦察，陆逊当即拱手表态：主公，陆伯言自然是要留在西陵城的，我与主公共进退。甘宁见状，拱手道：诸位，甘宁先回江东了。说罢转身便走，刚迈出几步，我抬手掷碎茶碗，冰冷开口：甘兴霸，方才我说的诸位里，没有你。甘宁浑身一僵，再也不敢挪动半步。